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我几颗天鹅兰属的兰花的一个状况的一个发展。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儿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你现在看到的这颗兰花呢，它是上一次开花的那一颗啊、天鹅兰。那在开完花之后呢，我发现它的最大球茎的底部下面呢，开始出现一些因为细菌感染哦出现的一些就是干瘪，然后越来越软，它不是烂。那我觉得有问题，我就把它取出，然后呢，我把它剖开来看，我发现它从根部下面的一些霉菌感染啊，已经跑到它的这个球茎的中心，所以我就一直往上切，一直切到它没有黑色、没有颜色变化为止，然后再把它重新种到这个介质的半水根里面。那因为它呢又长了一个新芽，而新芽的底部呢，当时也长了一些根系，所以呢，为了让它能够一样吸收水分，所以我在上面又铺了一层水草。那随着时间一直过去啊，它的这个小芽也开始一直的往上长。结果呢，长到最后，我发现它居然在长花苞。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图片啊，其实就是它的花苞正在形成的一个过程哦。那它其实原先呢、长了2个花苞，但是呢，你等一下后面的影片你会发现，其实呢，它的一个小花苞啊，第2个花苞其实就自己就枯萎，自行吸收掉。我想是因为它本身植株就不是很健康，然后又这么小的一个苗要开花，所以它的养分就只能给比较适合开花的那一个花苞。所以你看到它这边的第2个花苞其实就自己就枯掉了。好，那这个花苞其实我蛮惊讶，就是它还是继续在长。哦，但是呢，比较接近于杯子，所以它其实没有很多空间可以真正绽放开来。所以你等一下呢也会看到，它其实即便是开花，它也开得扁扁的，也不是说是原本之前开花那样这么漂亮。再来呢，你看它花的中间呢、其实它有一点点的畸形，就是它的那个天鹅的那个嘴唇的部分，它有2个嘴唇哦，而不是一般的一个，它有2片唇。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其实它是不应该开花的。有时候兰花开花啊，我听过朋友分享过哦，其实是基于它的一个本能，因为它可能觉得它的生命受到了侵害或是生命危险，所以它必须要繁衍下一代的时候，它就会开花，来结果。来延续下一代，可能就是长花荚、长种子这样子，跟果树一样哦。如果你在茎干上面呢、就是对它做一些砍伐的话，它反而比较能够结果。好，那这边这个影片的部分，其实就是给你看一下当时它的一个开花的一个状况哦，就是花打开，其实它就是，它的这个花型啊，其实不是很正常的一个花型。但是呢，这个小芽哦，高芽它一直在长，其实也就是因为它会长这个芽，其实也是因为我那个球茎在杯戒指里面的这个球茎，其实是原本的几乎剩下1/3不到哦。其实那其他的部分就是我看到都有细菌感染，都有黑黑的部分，中心球茎的中心，所以我都是把它切掉，一直切到没有颜色不同，就是都是白色，我才停止。是蛮可惜的，这一颗居然有细菌感染，所以呢霉菌感染哦，所以我就必须要对它做一些切除，否则的话，这一颗原本它的球茎其实蛮长、蛮强壮的。不过没有关系，既然有这个小苗，我希望它能够继续的成长，然后从小再慢慢养到大颗。那在这边呢，也顺便跟大家
update 一下其他3棵的一个近况。在3月底的时候啊，它们就开始陆陆续续在长一些新的根，然后上面的这个叶子，新芽的这个叶子也慢慢的展开。这个时候呢，就是它们可以开始接受一些水分然后逐渐的随着气温的上升，随着根系的成长越长越多的情况之下，你就可以再增加水分的量，给它水的量。那一直到4月底的时候呢，你看到它的这个叶子已经有2颗，它已经长得相当的茂盛。那现在5月底的时候更是茂盛所以这时候呢，其实我就是一直都是用泡着的方式来给它们浇水跟施肥。这一种兰花的特性呢，它非常喜欢水，而且需要非常多的水来成长。再来就是它也很喜欢浓度比较高一点的肥料，比如说1/2浓度的肥料我还没有试过100%浓度的肥料但是据我朋友的一个分享，他的经验是这一种兰花呢，因为要在几个月的时间就要长到成熟，然后冬天的时候开花等等它们需要的水量跟肥料是就比起蝴蝶兰来说是要大许多的，这个需求是大许多的。那也因为它非常需要多一点的水分，所以呢，它目前的这个介质其实还是用水苔，因为它比较保水所以我才不用一直太长的去浇花。当然，如果说介质的拌水根，应该也是不错的方式。有人我知道也有在用就是纯水根的方式在养这种兰花，我个人是没有这样子试，因为我看它这一种根系的这种特性呢，我觉得好像不太适合，所以我还是就是选择了传统的这种方式来对这种兰花进行养殖。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它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